继上周印度在中印边境西段印度一侧展开大规模军演之后，多家印媒周五报道，印度政府在强化北部公路体系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印边境西段要有更宽的公路，以便运输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等军事装备。此外，印度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日前还放话称，目前印度头号敌人是中国。印度动作频频背后究竟有何意图？来看看分析。拉瓦特周四在出席媒体论坛活动时表示，自去年的边境冲突发生后，缺乏信任以及与日俱增的疑虑感，正使印中边境争端难以解决。而印度已做好准备，应对发生在边境地区和海上的任何不幸事件。他同时承认，目前印方相较于中方在基础设施上处于劣势，因此印方强调双方等距离的撤离。外界注意到，拉瓦特还妄言，目前印度头号敌人是中国，而不是巴基斯坦。这些年呢，中国发展特别快，在综合国力上呢，已经是把印度呢远远甩在后边了。相比之下呢，像印度的综合国力呢，它又比巴基斯坦要好得多。也就是说，它把巴基斯坦呢远远甩在后边的。那么印度的这个战略呢，它也是在发生变化。在他看来呢，中国的威胁呢是越来越大。就在拉瓦特发声的同时，印度在中印边境更是动作频频。上周，印军在拉达克东部地区展开大规模演习，历时3天，重点为如何在边境有事时从全国其他地区进行增援。演习中，印军出动美制 C-130J 超级大力神运输机和俄制安32运输机，分别从5个军事基地出发，运送了200多名空降兵以及一些重型装备。印度媒体还报道，印度政府周四向印度最高法院表示，印军需要在中印边境有更宽的公路，从而满足运输布拉莫斯导弹和其他军事装备到达指定地点的需求。资料显示，布拉莫斯是印度军队目前最先进的远程超音速巡航导弹，最大飞行速度约3马赫，最大射程超过400公里。从边境军演到大搞基建，有分析指，印度膨胀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幻想美国在其背后撑腰。事实上，拉瓦特周四就提到，中国正在实控线附近建立村庄，但他同时强调，美国五角大楼日前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提及的中国在印度领土上修建村庄的说法不实。印度斯坦时报称，拉瓦特的此番言论具有特殊重要性，因为他是在五角大楼发表报告之后作此表述的。美国现在呢是极力拉拢印度，尤其是组建呢就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印度呢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员。再加上呢，印度这几年呢从美国购买了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这个呢就使得印度呢对于美国呢存在一定的幻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印度的国内的因素，像印度呢不断的再去中印边境地区呢去炒作，并且呢在不断的进行了军力部署，也是呢在转移国内的视线，为印人党呢拉人气嘛，他就是尽可能的是把印人党以及呢莫迪的这个影响力再进一步的拉上去，为明年的地方选举去做准备了。而印度展示所谓底气背后难掩其虚弱。据美国防务新闻日前报道，印度陆军高官透露称，印军正准备今年冬天沿中印边境西段印度实控线一侧强化部署，其中包括部署蜂群无人机作战系统，以弥补印军在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侦察能力不足的缺陷。考虑到高海拔地区极寒的地理环境，尤其是入冬后大雪封山、补给困难的窘境，这位军官特意强调，从今年10月到明年3月，印军将强化后勤补给，平均为每名士兵花费约15000美元。据估计，为了在边境撑过这个冬天，印军共需要约50万吨物资。事实上，在过冬物资上，印军就被狠狠打过脸。近日，印度网站去年曾报道，印度军队的防寒服、帐篷，甚至是单兵口粮这种最基本的必需品，都是从美国和欧洲国家紧急采购的。印度一家电视台也曾曝光过一则视频，视频中的印度士兵没有戴过冬的帽子，也没有穿防寒服，不过有戴手套，手里拿着英萨斯自动步枪，在记者面前摆着各种 pose。据了解，印度边境的公路设施依然非常糟糕，必须要投入更多的基建人员，才能保障补给卡车有来有回的补给。在这种糟糕的路段实行持续而稳定的补给链条，则需要耗费大量军费。在去年的时候，它只能保障了大概就1/5。那今年的话，实际上能力可能能提升一些，但是呢，也不可能提升的特别大，也就能1半左右。印度呢是很难去保证了这么庞大的这种后勤物资的补给的。以印度自己来说，现在要支撑数万大军在
一线的这种部署，那么它的军费负担是非常沉重的。现在印度呢是经济状况呢又不是很好，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其实整体的能力是在不断下降的。